很多人吃完饭不是坐着就是躺着，这样不仅会影响肠胃消化，还会导致身体肥胖。那大家不如靠墙站15分钟，这样身体会收获很多好处哦。首先，对减肥有帮助。靠墙站立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还能燃烧和分解脂肪，达到紧实身材、减肥瘦身的目的。尤其是大腿和腹部脂肪多的人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配合的喝点冬瓜荷叶茶，也有助减肥。其次，能改善弯腰驼背。对于长期久坐的人，会有弯腰驼背、颈椎疼痛等问题，而这样靠墙站可以拉伸脊椎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弯腰驼背有一定作用。最后可以帮助消化，饭后靠墙站一会儿，能够提升消化功能，让食物快速分解，对肠胃健康有很大帮助。最后温馨提示：靠墙站立的时候，要让身体尽量紧贴墙面，用力的收腹提臀，要感觉全身都在用力，这样才能够起到锻炼的目的。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那我们一天呀有3顿饭，而早餐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早餐吃得好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但是呢，血糖高的人要注意，早餐要远离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油条。很多人吃早餐的时候喜欢吃豆浆油条。油条是经过高温油炸的，其中含有的热量和脂肪呢都非常多。那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，是不利于血糖平稳的，所以尽量少吃。第二种，白粥。白粥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早餐，但是白粥含有很多的淀粉，而且还容易被人体吸收，所以呢，血糖高的人尽量不要吃白粥，不然容易使血糖升高哦。不过早餐建议大家可以喝点脱脂牛奶，对稳定血糖是有帮助的。大家都知道血压高了我们要吃降压药，那除了降压药，日常呢还可以做好4件事，对平稳血压也是有帮助的哦。第一个，要慢慢起床，如果起床太猛，容易使血压快速上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早上起床时要慢慢起床才行。第二个，要晚饭后散步。血压高的朋友，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可以适当的出去散散步，这样可以放松身心，对促进睡眠、稳定血压都有帮助。第三个，不要剧烈运动。虽然运动可以强身健体，但血压高的朋友注意不能够做剧烈运动，这样也容易使血压升高。所以呢，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适当的做，有助平稳血压。第四个，不要猛回头。猛回头容易导致大脑急性缺血，使人出现头晕、恶心等不适。所以呢，血压高的人记住也不要猛回头。社会的不断发展，血压高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血压高的问题。其实血压高很可能是吃出来的。那下面的3个饮食坏习惯，你看看你有几个？喜欢吃菜汤，很多人喜欢用菜汤拌饭吃。虽然这样吃呢很好吃，但是菜汤里容易存留大量的盐分，吃多了容易引起血压升高。喜欢吃腌菜，不管是自己家腌制的咸菜还是外面卖的，腌菜中都会加入大量的盐，如果盐分超标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喜欢喝饮料，饮料中不仅含有大量的糖分，也含有钠。如果经常喝饮料，不仅会使血糖升高，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。所以呢，喜欢喝饮料的，希望你尽量改进。大家是不是发现，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血压高的问题？如果血压高，那平时呢就要多注意饮食和作息习惯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血压高的人要尽量避开2件事。第一，多吃盐。血压高的人平时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刺激血管，导致血压升高，所以大家要尽量避开。第二，生气。经常生气会让人产生紧张情绪，肾上腺素分泌也会增加，不仅影响心情，也会使血压升高，所以大家要少生气。那血压高的朋友，平时呢可以常吃一种食物哦，那就是芹菜了。芹菜的营养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，能控制钾钠平衡，维持血管健康，对稳定血压有帮助。我们身上的血液滋养着全身，如果血液中存在垃圾，血管呢就会堵塞，影响健康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几种血管的清道夫，经常吃可以让血液干净，血管更健康哦。海带，
海带中含有一种胶质，这种物质可以和血液中的有害物质结合并排出体外，对清理血液垃圾有帮助。猕猴桃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，可以增强血管的柔韧性。黑豆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纤维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护血管有帮助。荞麦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，还含有胆碱、维生素 B1、B2，经常吃有净化血液、强健血管的作用。青椒含有的营养也很多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和叶绿素能够清理血液垃圾，防止血液凝固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液流通顺畅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。但如果血管内垃圾过多，血液就会变粘稠，血管出现堵塞。那么怎么判断血液粘稠不粘稠呢？大家可以蹲下试一试。如果蹲时间长了，出现气喘、呼吸困难以及呼吸急促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血液粘稠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帮助清理血液垃圾，预防血栓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上叠放，然后左手向身体左侧甩动画圈。做完再换右手，因为我们的手上和手臂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预防血液粘稠，还能帮助保护心脏。每天做3到5分钟，对身体有很大粘稠的人，常喝1种水，吃2物，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。荞麦茶中含有丰富的芦丁，芦丁可以促进血管代谢，有助垃圾毒素的排出，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。所以呢，经常用荞麦茶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预防血栓哦。那还有2物，就是燕麦和山楂。燕麦里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葡萄糖，能够促进肠胃消化和吸收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那山楂里面也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经常吃山楂有活血化瘀、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，能够帮助增加血管的通透性，预防血栓。激素可是女人体内的美丽激素，如果体内雌激素偏低的话，可能会出现各种健康问题哦。那雌激素偏低，我们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皮肤会变差。若雌激素偏低，会使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，这样皮肤呢就容易发黄、长斑，没有光泽。第二个，月经不调。雌激素会影响到月经，如果雌激素偏低，会有月经周期过长或者是过短的情况，引起月经不调。第三个，经常心慌出汗。那经常半夜醒来还心慌出汗，这也是雌激素缺乏的表现哦。那雌激素不足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常吃1种食物，黑糖。黑糖和红糖不一样，黑糖颜色比较深，黑糖的营养价值呢也很高。那女性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不仅可以刺激雌激素分泌，还能够补气养血，有很好的保养卵巢、美容养颜的效果哦。月经是女人的一种生理现象，要伴随我们好几十年。但是每个女人都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绝经。当女人绝经后，衰老也会加速，所以呢，有的人认为越晚绝经越好。其实绝经呢也是有一个最佳年龄的，那这个最佳年龄呢就是45到55岁这个年龄段，如果不在这个年龄段，就属于异常绝经了。如果40岁以前就绝经，就可能是卵巢早衰的表现，这样啊女人会衰老很快。而55岁后还没有绝经的，这样呢会加大患妇科疾病的风险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利。所以过早过晚都不好。而在45到55岁这个年龄段绝经的女性，卵巢和子宫啊也会比较健康，这样有利于身体健康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人过了40岁后，身体各项机能会下降，人也开始衰老，这时候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。若身上这3个地方还很大，说明身体健康，也容易长寿。肺活量大，大家都知道，年轻的时候肺活量都是很大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肺活量和身体其他器官一样，会慢慢的衰弱。女性40岁以后，如果肺活量依然很大，那就偷着乐吧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。耳朵大。耳朵和肾脏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耳朵比较大的话，说明肾气比较充足，对身体的排毒有帮助。所以40岁以后的女性，如果耳朵很大，长寿也会青睐你。
握力大。通过握力，我们是可以看出骨骼和肌肉情况的。女性到了中年，如果握力还非常大的话，说明骨骼和肌肉力量都比较强壮，骨密度也很高，这样身体相对来说就会很健康。虽然上面这3处越大，身体越健康，但是有一处变大，大家呢就要注意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肚子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由于身体新陈代谢逐渐降低，身体会发福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也越来越大。如果肚子过大，会增加身体内脏的负担，影响排毒，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。所以发现肚子越来越大，就要抓紧时间减肥，别忽视掉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